那便如你所愿。我要对战的是你的剑，而不是一柄破伞。散级是武剑，你知道我想看什么？难道是我没有资格让你使出18剑阵吗？用你的刀来看我的剑。好。灵犀之术，这是谢家的不传绝学，堪称无敌。宋雨。你再不出剑，便要死在我的刀下了。你的刀法确实很精湛，无愧七刀书称你为本代最强刀客。但他的另一句话说的也很对。什么？你我之间的差距犹如鸿沟。18剑阵起！18剑阵，仅靠一人就能操纵这么多的剑人。18剑阵已现，你能越过我的剑阵吗？确实看不出破解之法，可是，只有跨不过去的难关，才有跨过去的意义，不是吗？只有赢了注定失败的局，才有赢的意义。你是个刀痴，或许是吧，师傅也这么说。那魁大人呢？你是剑痴吗？剑不过是件兵器，若太执着于剑本身，反而会成为剑的奴隶。这是暗河的老师和你说的吗？不。这句话曾刻在无间城的城墙上。从早练到晚，我们岳安真是一个持之以恒的好孩子。因为我想成为跟阿爹一样厉害的人。对了，阿爹，我看三叔整日醉心于剑，可为什么你早已逍遥天境，他却始终只有自在地境呢？因为啊。他的心里只有练剑，所以才止步不前啊。我不明白，阿爹，你心里到底比他多了些什么呀？傻孩子，爹爹心里有你呀。你对刀有着纯粹的执着，可你为何要赢？只是想要比我更强吗？若你的心中只有强弱，那么你的刀永远不会是最强。胜负也是我心中的意义。这一刀值得敬佩。
18剑阵便只是这18剑吗？为何不能是180剑、1800剑？18000剑！方才那一剑叫什么？飞刃散落，宛若暮雨，长剑如虹，一击致命。方才那剑以我为名，便叫暮雨。以剑为名，以后我也要创下一刀，名叫不懈。你痴心于刀，醉心于刀，你战斗的一切都是为了刀。可刀是死物，你需要去寻找真正值得你为之死战的事物和理由。理由？我不明白。就像我必须要战胜你，因为我不能输。我不明白你说的，可是我会为了赢你，去尝试寻找。你这是要走？我早就说过，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杀任何人。雪薇，你不会也想和我一战吧？战你个头啊！你流血了，赶紧擦擦吧。你这药我可不敢用。我如今身旁有个小神医，可不敢用你这能毒死一头牛的药。你的小神医，你确定他现在还活着吗？想救人，还是先破了我的毒阵吧。雪薇，你知道这阵困不了我多久的。大家长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恶意的。你会苏家的武功，你用这移魂大法根本就不是为了给我解毒，而是想借此窥探我脑海中的秘密，想从我这儿得知安和的秘密。三江那些白痴有没有跟你讲过，有些秘密知道的越多，死的就越快。大家长，死吧！穆家，穆雪薇。苏家的三针影系，你究竟是谁？不知道我是谁，你还下手这么狠！机关，不好，他们攻进了后院。骗子苏沐雨，说好有你在，就能保我无忧呢。谁烟？苏沐雨，你下去做什么？我想跟饶他，我不想死！谁不慌？你真的来了。我答应过神医，有我在，保你无忧。
么高啊，这该怎么过去？此时门重若千斤，张力无法对开。雪薇，见过大家人。密言，我们走。墨迹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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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忘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这下真是要中毒身亡了我。解药，你快点儿，一会儿我真死了。外面败了。朱颖12下，岂是那么容易对付他？最多再剩半炷香时间吧。谢家那小子呢？跑了。跑了？那宋沐雨呢？跳进那个洞里了，和药王谷那个神医一起。哎，正好，往里面撒把毒，要最毒的那种。你疯了？宋沐雨还在里面。你给过他一粒无花丸，就封在他的剑柄里面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下毒，这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。宋沐雨可以不用死，但那个神医今天必须死。快点儿，快点儿！小心！小心什么？有毒！服下它。我知道有毒啊，我是在问你小心什么？我可是药王谷谷主的小师叔，温家家主的外孙女，我怕毒啊！神医还真是给人很多惊喜。不过啊，那姑娘到底练的是什么毒功啊？居然把自己给练出一身毒来！雪薇无名者时练的是毒杀掌，神医慧眼，竟一下就给看出来了。其中隐秘，待出去之后，我再与神医细说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回到大家长身边。虽然破竹巢那把刀已经被我斩断了，但如今长河还未出手。温家练毒功的人确实不少，但是多半呢还没有毒死别人，就先把自己给毒死了。不过这毒杀掌也不是多么高深莫测的毒功啊，他定是在练功的时候不知道是出了什么岔子，导致剧毒流遍了全身。按理说他应该活不下来，应当是被什么神奇的法子给救了回来。看来我猜的没错了。不过呢，人虽然是救了回来，但是毒还在。旁人若是这么不小心的，轻轻碰了他一下，不出1炷香时间，便会化为一滩黑水。能救吗？他刚一见面就想杀了我，我都跳密道逃跑了，他还放出来一朵毒花来追杀我。其实，你们口中的哲叔，他是我的父亲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打探他下落的原因。我的母亲什么都没有告诉我，
只和我说他是暗河的魁。这不可能。我不是说笑，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暗河中人从不与外人通婚，之前也有人打破这规矩，和暗河之外的人成婚生子，但结果却是，其人连同他的一家妻儿老小，皆被抹去了。哲叔是曾经的魁，如今在苏家的地位亦是不低，不可能在外有女儿的。哈哈，我方才是与你开玩笑的嘛，你还这么一板一眼的认真回答我啊？你们暗河的魁不是接任大家长的候选吗？那大家长为什么不直接传位给你？这样不就破局了吗？我并非暗河三家本族中人，我是无名者出身，暗河之中从未有无名者接任过大家长的规矩。所谓无名者，都是孤儿出身，经过试炼后才得此姓，名义上加入了三家，事实上却仍不被视为真正的族人。当年也是因为情况特殊，大家长才让我接任为魁的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想把位置让出去，大家长却没有允许。方才我就想说了，既然受了伤，你在我一个神医面前装什么？抱歉，方才那一战耗费了不少气力，实在是因为担心大家长那边，勉强撑着。那现在呢？撑不住了。我来帮你瞧一瞧吧。生死同无，唯有下毒者那里可将其化解的奇毒。神爷，我运气疗伤片刻便好，不必担忧。什么运气疗伤？我看不过是用真气强行把伤势给压下去。我们行医的最见不得你们这种不珍视自己身体和生命的笨蛋。我立过承诺，会保护大家长，亦立过承诺，会保护神医。虽然没有立过承诺会保护我自己，但至少在你们无恙之前，我都会好好的。逻辑鬼才苏沐雨，你多休息一会儿吧，不然啊，一会儿打起架来没有力气，那我可就惨了。真是有趣，这朱朝的密室里所放的书，竟都是些杂言故事、演绎小说。难道是怕避难者在此无事可做，供他们打发时间？这写的还真是玄乎。神爷，我们动身吧。这么一会儿你就休息好了？你们暗河的人都这么不要命的？我们暗河之中有位前辈叫做穆朝阳，他专门创造了一套关于休息的功法，叫做眠息法。我们可一日只睡1个时辰，在择机歇上那么1时半刻，便可恢复精力。这对于我们学医的人来说呢，就是不讲医学。不论你那个姓穆的前辈说的那个眠息法有多厉害，都是不讲医学。也许吧，但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很有用。毕竟我们总是在与时间赛跑。就是辛苦神医了，我们走吧。
三家的水已经彻底浊了。哼，可笑的三家中人，还以为自己可以有所选择，可他们从不明白，大家长之位只是一柄剑，真正执剑之人一直都不是他们。苏家有着苏长河和苏沐雨的存在，无法控制。谢家虽然实力不弱，但行事鲁莽，无法服众。只有穆家，都阴狠诡道，但实力偏弱。既要找一柄听话的，那便让他们先自己斗一会儿，我们慢慢学吧。这个穆子哲倒是拉得下脸来求助，那便给他死灭关吧。而我们三关也该亲临战场，看看这最后的胜者了。自然是除你之外都可去，此行可解厄，可赦罪，唯独赐不了福。那便我去吧。好，那便你去。关了那么久，也该出来散散心了。神爷，神爷且在里面等等，我先出去探探情况。好。穆家少主，穆白。苏沐雨，我在这里等你许久了。你比我想象中要聪明。你忘了，每一处诸巢中的阵法背后皆有我穆家的手笔。纵然无法窥得全貌，但还是有些踪迹可以追寻的。雪薇带来的消息，你和那位神医都进入了密道之中。那么只要在此等候，杀了神医，大家长的性命就该结束了。可你又比我想象中要愚蠢。什么意思？既然你们等到的是我，就凭你们，靠什么赢我？撑住，苏雨。试过之后方敢确认，你的内力现在已经不足以支撑18剑阵了。如今单靠手中一柄剑和一具重伤之躯，你还能是我的对手吗？看来今日是不能与你尽兴一战了。若非我已用了18剑阵，你又岂敢与我一战？哦，倒是很少见你这般说话了。平日里遇到你，怕是连情绪波动都难以见到。看来你是真的急了，想用这样的办法来激怒我。即便如此，你依然不是我的对手。当年你我并称2家年轻一代第一高手，可你会的，穆子哲也会，而我会的，就连苏老爷子也未曾见过。是吗？你见过我的3才阵吗？此阵是我耗费多年心血所改进，一招一式更是严丝合缝，不给对手留半分机会。苏沐雨，你很快便不能如方才那般自信。别费劲了，他们都长期服用了我穆家新调制的血统素，
不知疼痛，只知听令进攻。主攻击的掌怀剑，主防御的秋风落，再加上主偷袭的白袖剑，几乎无懈可击。不愧是纸伞鬼，竟没过几招就看穿我的剑阵组成。不过你忘了，还有一个我在阵外观察着你的每一招，局外人总是看得更清楚一些。母生，东南凯门，武痕，正北修门，五凤，四塔西海。三才阵又如何？剑阵是死的，而剑客是活的。再精妙的阵法，也有破解之道。你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找到破解之法的？我从一个以剑闻名的地方而来，在那里，有专门的人研习天下剑法，也有专门的人破天下剑术。我父亲曾说过，若非剑仙，在其面前，没有人有资格提剑这个字。吴建成，你竟是出自吴建成！我未用18剑阵，你便败了。你以为我只带了这3个人？桃花面，是大吉啊！新阳，你来晚了。抱歉，抱歉，这场杀局不能让雪薇看见，要不然的话，她定是死也要护住苏沐雨。哎呦，把她骗走可费了我不少功夫。魁大人，又见面了。青阳兄，5个木家的魁，外加1个木白，1个木青阳，看来只能背水一战。小神医，希望能为你拼出一条生路吧。欠下这阵，你可撑不了多时。妈的，苏昌河那个臭小子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哲叔来了。那个卵仔啊，在竹草里头走了个过场，喊老子在这个手淫，银我是收到了，还多出穆家7个鬼。哲叔此言何意呀？让你讲话了没有？哲叔还是这么喜欢营造出我很厉害的气氛。我还要营造啊？老子本来就很厉害。哲叔接下来怎么打算？我打算狼子不杀你，还能完成老爷子的阴路。怕是有些难啊。确实有点难。但我们2个毕竟也算是萝莉之交啊。莫逆之交。哎，对。哎呀，吃了没文化的亏。哎，要不这样子嘛，我们2个联手，先杀了穆家这几个鬼，剩下来就是我们苏家自己的事了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龙剑。所以，
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安和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把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做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的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陵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多亏死了，17号。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安然的情绪，不舍的挣扎，漫漫长夜中是你挣扎痛的憋气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。如同宿命随波梦点去着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我也在。一生唯一点光心尽颜色，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中纪念生唯一点光静静颜色？
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。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，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、谁惹了木丘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合作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便来吧。八戒阵，刀剑合十，攻守皆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压入绝处。我呀！要破八戒阵，唯有牺牲1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那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闹走了。父亲之口。
只是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啊！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想要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先了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
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上火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？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
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，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。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。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
木鱼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社校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。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。
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小堂冠绝榜上数一数二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穆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以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童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？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！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
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执掌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上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。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三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三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三道暗器是哪三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三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
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，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千道精明。